先处理这个威胁最大的。正有此意，受死吧！嘿嘿，我先处理这个木狮再说。鼠爷小心！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啊！就这么抛弃你男朋友了？一个舔狗而已。为什么？江寒，你聋了是不是？我说的话你听没听见？你是不是以为我缺你这点钱？我告诉你，我愿意收钱，那是在照顾你的自尊心和面子，懂吗？你要是再不放手，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。重生了，回到了末日降临前的3天，照顾我的面子。你说的对，给你钱确实是我的错。哼，看来你也明白了吧？唉。你都不知道我收下你的钱，心里受了多大煎熬。既然你想通了，把你卡拿来吧。那你以后大可以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给你钱了，1分都别想。你说什么？走远点。江寒，你以为玩这种低劣手段就能引起我的注意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敢走，以后就是求我也没用。终究还是舔狗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你脚上这双鞋也是我买的。既然你说不会收我的东西，那正好，脱下来吧。你说什么？送出去的东西就是我的了，你还好意思要回去？怎么，舍不得？哼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骨气。好，好，江寒，你别后悔。拿着你的臭钱滚！以后你就是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可能再搭理你。那可真是谢天谢地了。上一世，我为了那个女人错过了一切，这一世，我要站在所有人的头顶。江林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手上的股份吗？20亿，一次性打包，你买不买？你要卖股份？买，肯定买。不过20亿是不是太……少废话。好，我马上安排。 5天内，我要看到钱到账，少1分，免谈。虽然亏了点，但有了这20亿作为启动资金，在末日里，我将拥有神一般的开局。虽然不知道你发什么疯，但这绝对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以后，江氏集团就和你没关系了。拿了钱，就安安心心做个富家翁吧。对了，别再当柳如烟那女人的舔狗了，丢我们江家的人。放心，以后只有别人跪我的份儿。终于。欢迎来到游戏末日，目前为内测阶段，玩家江寒，请选择你的初始职业。上一世选骑士守护公主，结果当了备胎，狗逼骑士，谁爱当谁当。我要当高贵的御兽师，全游戏上限最高的职业。虽然烧钱，但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职业选择完成。来了，内测仅开放10分钟的充值系统。
请输入你要充值的数额。全部身价22亿，给我拉满！恭喜你充值成功！叮，恭喜你，叶寒。由于你是第一位充值的玩家，且单次充值超过10亿金币，解锁唯一隐藏职业奖励，已自动融合第2职业财神。我操！充钱充出了隐藏职业！财源滚滚，每天利息1%，22亿的1%是2200万，一毛不拔，死亡不掉6，鸿福齐天，幸运加50，魅力无双，魅力加50，还有花钱买属性点。这属性真的假的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居然真让我碰上了这种好事。御兽师开局果然只有大裤衩，连根棍子都没有。开局撞脸精英怪，这就是所谓的幸运值50。打不动，溜了。年轻人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没有巴巴萨托大人的介绍信，谁也别想进至尊殿田。尊敬的大魔导师，我虽然没有信，但我捡到了您掉的东西，特意送来。荒谬！老朽何等实力，怎么可能掉东西？立刻滚，否则老朽送你去墓地。您还是先看看再说吧。顶楼战神阁包房，至尊 VIP 一位。大师，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要不你恢复一下？贵客说笑了，刚才那是对别人的，对您唯有至诚，请。年轻人，你要雇佣护卫。我有80级的大魔走师傀儡，也有100级的暗影刺客傀儡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。我要神级。神级？呵呵，那可是战略资源，原则上是不对外出租的。而且你一个新手，1天1个亿，原则上是不行。但我龙傲天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破原则。正巧我有一位朋友乃是神级咒术师，我可以帮你问上一问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得先确认一件事。说。这1个亿什么时候支付？只要立下契约，现在就可以。那就没问题了。在末日里，只要立下契约，任何一方反悔，都将受到远超契约本身的惩罚。这一点倒是很可靠。契约签订完成，你且等上一等。
什么信息都看不到。这应该就是龙傲天口中那位神级咒术师了。你就是叶寒小友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前辈是？老夫梅尔兹，从现在起24小时内可以听从你的差遣。当然，作奸犯科的事老夫不会干，这些契约上应该都有交代清楚吧？前辈放心，主要是去过一个难度极高的隐藏副本。那就好。一个新手村的隐藏副本，再难能难到哪里去？是杀哥布林王，还是他一家老小？不都是挥挥手就解决了？前辈，请吧。末日的怪物强度超乎常理，开服2个小时，还没有一人升到2级。这里只是边缘，1到3级的怪物经验太低，目标是核心区，那里的怪物普遍10级左右，经验才高，有神级强者在，难度可以直接忽略。何事？遇到仇家了。这绿皮亮哥我可太熟悉了，才刚进游戏就被这种5级哥布林扛着狼牙棒追了10几分钟。今天老天开眼，非要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给那只5级哥布林灭了。小事。丁，恭喜你等级成功提升至 LV5。经验制裁，在末日里，只要组队等级差距超过10级，低等级的一方就会受到永久性的经验获取惩罚。有舍才有得。很好，5级的面板比别人10级还强，再升个3级左右，就能达到开启那个隐藏副本的条件了。前世论坛里提到过，9527号新手村存在一个隐藏副本巨龙巢穴，开启条件很简单，精神值突破100，继续升级。终于要来了。丁，恭喜你等级成功提升到 LV10。丁，恭喜你，你是9.529号新手村第一个突破10级的玩家，奖励属性点10。丁，世界公告，玩家叶寒成功升到 LV10。丁，世界公告，玩家叶寒成功升到 LV10。丁，世界公告，成功突破 LV10，开启等级排行榜。这才开服几个小时，10级，开什么玩笑？叶寒，这是哪个大神的小号吗？啊西，华国人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脚本，这绝对是脚本！
人、禁断使用茶上ベリエル手段、固定使利用は夕日の爆図。俺日韓校舎ゾイカームシ这种之类的，現地可以玩か？應該地区飛ぶ自信。排行榜开启了，比上一世早太多了。内测时最高等级也不过8级，不知道这次的奖励会不会有什么不同？获得称号，唯一称号神之使徒。称号一日千里，实说光明神的认可。经验类称号还是史诗级别的，不错。史诗级，这在游戏里就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岭。上一世，就算那些突破了100级的顶级玩家，身上也大多是黄金到暗金装备。丁，玩家提示：一阶段经验获取完成。接下来你将无法通过任何手段获得经验，请尽快开启升阶试炼。升阶试炼，末日独有的机制，每到整10级就会被强制锁定经验，无论是杀怪还是任务，都毫无用处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那变态难度的试炼。试炼中不允许任何外力介入，梅尔兹这种神级 NPC 根本进不去，而且组队也必须是同阶玩家，否则难度就会以队伍中等级最高者为准。所以每一次试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需要完美团队配合的豪赌，想找人带几乎不可能。一个10级玩家和一个20级玩家组队，那面对的将是20级的地狱难度，再加上那恐怖的死亡惩罚，永久降低20%的属性。前是为了帮柳如烟度过升阶试炼，我耗费大量资源购买装备。江寒，这太贵重了，而且我怕我还是过不去。别怕，我花重金请了最好的团队，装备也是最好的。有我在，你一定能过去。只可惜，一腔真心为了狗，那种蠢事绝不会再有第2次。不过，现在还不是去升阶试炼的时候，原因有2。第一，我还没有找到第1个本命御手，虽然属性碾压，但战斗手段太过单一，想单刷试炼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第2，一旦接受试炼，就会被强制传送出新手村，而新手村是单向通道，一旦离开，除非有某些极其罕见的隐藏任务，否则永不回头。我在这里还有事没做完。当初巨龙巢穴的发现，源于一个100级的隐藏任务，探索巨龙巢穴。那个幸运儿狂剑士，在神级 NPC 的带领下，成功返回了新手村，才让这个神秘木本公之于众。只可惜，他虽然传出了里面有龙蛋的录像，自己却死在了里面。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能接到返回新手村的任务，巨龙巢穴也因此成了传说。有能力通关的人回不去，在新手村的人又绝对打不过，一个无解的死局。但现在我重生归来，手握巨款，
正好就出生在这9527号新手村。巨龙巢穴就是我崛起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。只要拿到那颗龙蛋，将它孵化，未来成长起来，它的强度绝不会弱于上一世那头呼风唤雨的暗渊巨龙。接下来才是重头戏了。9527号新手村，花雨山谷，坐标1102254。这个坐标对于上一世所有觊觎龙蛋的顶级玩家来说都熟记于心，而现在有能力前往的只有我一个。走吧，梅尔兹大师。丁，你已踏足隐藏区域巨龙巢穴。丁，该区域极度危险，请立即离开。果然，传闻是真的。好强悍的气息！此地怎么会有巨龙气息？巨龙那是能与神级强者媲美的生物，是注定要咆哮世间的存在。虽然数量稀少，但每一头都象征着绝对的力量。你不惜花费这么大的代价雇佣老夫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闯着巨龙巢穴。是。你要推平这里，先说好，纵然是老夫，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战胜一头成年的巨龙。那倒不是。那就好。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偷个龙蛋。偷龙蛋，还用指示？以巨龙那护犊子的秉性，偷他的蛋和直接推平他的巢穴有什么区别？这不就是不死不休的梁子吗？年轻人，这可是巨龙巢穴，实在太过危险。听老夫一句劝，我们还是不要进去为好。必须进。那好，不过若是遇到危险，老夫会第一时间将你带出，不要逞强。明白。且先等等，容老夫套几个 buff 先。这也有这么用力，估计又就如首富林娜。丁，你收到生命之神的祝福，生命属性翻倍。丁，你收到敏捷之神的祝福，敏捷属性加丁。就这全属性增幅，恐怕圣职者看了都要自愧不如。好了，可以进去了。这是5阶巨龙。5阶，前世那头摧毁了顶级公会的暗渊巨龙，也才不过是3阶。这头光耀巨龙是龙族之中最顶巅的存在，它的龙蛋潜力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巨大。这一趟来对了。前辈，有把握吗？开什么玩笑！这可是血脉最纯正的5阶圣才巨龙，想强闯他的巢穴，连1/1000的获胜概率都没有。这么强，越强越好。这意味着那颗龙蛋的价值无可估量。恶霸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
我加钱，酬金翻倍。加钱也没用，不是老夫不想要这报酬，只是面对这样的存在强闯，必然十死无生。不需要强闯，前辈能否为我争取一些时间？这个嘛，也不知道老夫顶不顶得住。3倍。我告，顶不住也得顶。老夫豁出去了！最多能给你争取3分钟时间，再多就不可能了，你自己掂量。大师，你这是……特妈的，这年头咒术师都这么野吗？没点底牌，老夫如何能行走江湖？表面上老夫是咒术师，实际上也是一位近战，没想到吧？呵！这是真大哥！我靠，原来那些增益 buff 根本不是为了前行，而是为了此刻的肉搏。神级近战职业，加上全属性增强，难怪能做到短暂硬刚5阶巨龙。龙蛋所在的方向，应该是在左前方的最深处。这小子在5阶巨龙的威压下，竟然行动自如，而且对巢穴路径的把控简直完美。这小子果然不简单，难怪做个任务就能掏3亿金币。在他身上挑不出任何毛病。孽畜！若是平时，老夫尚且拒你3分，但就这3分钟，是龙也得给爷趴下！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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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师，我完事了。这么快？大师，你这是？魔力一滴都没有了。你以为我刚才锤的是什么？那可是5阶巨龙，接近神明的存在。要不是跑得快，我俩都得交代在那里。也就是老夫魔武双修，这才扛得住3分钟。你换其他人试试。辛苦大师。无妨，就是剩下那2亿金币，好说。另外，大师有没有生命精华？我想孵化它。你真把龙蛋偷出来了？5阶巨龙后裔，我有5瓶生命精华，还有1瓶神圣生命精华，友情价5000万金币，外加日后1滴巨龙精血，成交。300年，神都成灰了。
恭喜你成功孵化神级御兽苍天巨龙，1级就拥有500点全属性，还有真伤龙息，这就不是御兽，这是个活爹！以后就叫你小辉了。天灭级道具，100%暴击，还有急死效果。玩家叶寒，您的游戏时长已达9小时，即将您强制下街休息。不是时间到这么快吗？末日开启的第1天，就有大批玩家现实死亡，难怪第2天官方就发了声明。妈的，差点忘了这神经病。这都1个小时了，江寒怎么还没来？我要饿死了！敢跟我玩欲擒故纵，等他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算了，如烟，我先垫上吧，虽然那是我的救命钱。垫上，回头我卖个包还你。这个江寒真以为离了他地球就不转了？场景5：新手村试炼神殿外，江寒穿过喧闹的新手村，来到巨大的遗迹前。尊敬的守护者，我想开启升阶试炼。这么快就10级了？你的队友呢？没有队友，我一个人。年轻人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即便是难度最低的试炼，也远超你的想象。请大人放心，我已经有了十足的打算。小辉，小辉，开杀！诡异生物，被他击败，现实中会被直接嘎掉。不愧是深渊级试炼，不愧是深渊级试炼。小辉，龙威！干得好！每升1级，全属性增幅50点。神话级御兽，成长太夸张了。最终试炼了，最少也是领主级 BOSS。冒险者，你已堕入了深渊。游荡者，君王级，5000的精神值，纯法系职业。利用小辉作为肉盾是最佳选择。
最后一击。TKA。终于通过。丁，系统公告：大夏国玩家叶寒通过了深渊级升阶试炼，获得 S 级评价。尊敬的导师，我想进行转职。烦不烦啊？我正做着美梦呢。转职找别人去，赶紧滚蛋，别来烦我。我想要转职成授予者。哼，想转职可以，去城外挖100双魔狼的眼睛过来再说。地级任务。哼，真是个废物。我只是觉得击杀魔狼太简单了。我想这枚徽章应该能说明一切。鹰忍之徽。叶寒小友，你可能不能转职成授予者了。为什么？授予者这一职业配不上你的神话级御兽。我有一位老友，乃是皇家首席御兽师，他应该能给你答案。这是引荐信。触发隐藏职业任务。尊敬的莱利夫人，你的脸上为何布满了愁云？我能帮上忙吗？是的，我有一件物品丢失了，是一朵漂亮的花。知道了，美丽的夫人，我会为您带回这朵花。你店里的所有礼盒，我全要。年轻人，你需要什么报酬？钱还是珍稀盗物？夫人，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只要你帮我成为枫叶城的公民就好了。就这么简单？除此之外，别无所求。你如此迫切的想成为公民，是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在枫叶城购置一些房产，特别是城西的中心街。西城区，那里的房产是烫手山芋，你确定？对我来说，其实这是一件礼物。行了，而是龙皇帝国公民，1等公民。敢问夫人，可是皇室中人？别叫我夫人，叫我索菲亚就好。全服公告！玩家叶寒成为大夏国首位解锁房产系统并购买房产的玩家，特授予1等公民称号。全服公告！因玩家叶寒的卓越成就，大夏国所有在线玩家每日游戏时长增加1小时。什么玩意儿？1等公民房产系统，这破游戏这么真实的吗？我真觉得这叶寒是开 G 了，升级快的跟鬼一样，都11级了，现在又搞出这么一出。管他呢，总归是好事儿。每天多1个小时，要是以后开国战，不得把那帮老外锤得哭爹喊娘？哈哈，有道理。这么说，叶寒贡献还挺大。没那么玄乎。
这说明游戏存在驻防系统。叶寒只是等级高，第一个去了主城解锁了而已。其他国家的人迟早也会赶上来。这优势，我估计也就保持2-3天。而这分析一出，就有不少人附和赞同。从他们多年的游戏经验来说，确实是这样。只不过后续究竟如何，谁也没有个论断。在前世，第一位有资格购买房产的玩家出现的时候，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而那名玩家也不在大夏，并没有触发集体游戏增加的 buff。眼下，这还是独一例子。算了，总的来说，这的确算是一件好事。大夏国全体玩家游戏时长加1个小时，后面实力也能更强一些，到时候对抗诡异降临也更有把握。老实说，我倒是没有高尚到说什么大谈为国奉献，尤其是有了柳如烟这一前车之鉴，反正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处，也就随他去吧。与此同时，9527号新手村城外某个边缘区域。我的天哪，这才多久？这叶寒竟然就升到了11级，而且还成了1等公民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从进入游戏开始，我就和软蛋一直在钻城练级。本以为才1天时间就有人升到了10级，游戏应该很简单才对。但谁能想到，我加上软蛋2个人，竟然连最低级的史莱姆都打不过。如果不是软蛋在进入游戏之前，在论坛上翻阅了大量的知识，做足了准备，用一些小技巧逃脱，那么我们2人恐怕就死在一只1级的史莱姆手上了。至于其他的怪物，那就更恐怖了。虽然在之后软蛋的建议下，成功加入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小队，硬生生混到了2级，但在这接连的挫折之下，让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款游戏的难度的确是太大了一些。要是能和叶寒大佬组队，我们等级肯定能蹭蹭涨。听说他也是从我们村出去的，说不定有机会碰见。确实，要是有这种高手带，我们现在估计都4、5级了，哪里像现在一样还要一个个杀，升级简直慢死了。哟，听你这口气，还嫌弃我们团队了不成？那你们就去找那叶寒大佬去，我们这小庙可容不下你们这尊大佛。妹子，你误会了，我这朋友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不好意思哈。切，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就抱着手等级就上去了，还不知足，真把自己当公主了不成？是不是那个意思自己心里清楚？切，走就走，还真以为我稀罕？我还就告诉你，能加入你们的团队是你们的荣幸。我1个月零花钱都20来万，真想找人带，你以为找不到？大不了花点钱而已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我们好心带你练级，你就这个态度？我什么态度？带我练级？别闹了，这升级的速度比起人家叶寒比蜗牛还慢。那你去找叶寒去，看他搭理你不？活了这么大，第一次遇见这种极品。人家叶寒是厉害，和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瞎头女！那肯定会的，毕竟我不是你这种人。只要叶寒见到我，肯定愿意带我。怎么，嫉妒啊？不过想想也是，我一来，你团队里的那些男生谁还搭理你？没话说了吧？真 low。怎么了，小雨？咋还哭了呢？哥，他欺负我！咋了？别哭啊！这妹子长得这么可爱，不像是会欺负人的样子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好心带他练级，他还说……你怎么解释？解释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有必要和你解释？我说的都是事实而已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让你妹妹给我赔礼道歉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；二，把她踢出去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勉勉强强给你个继续带我的机会。给我机会？这他妈是哪个神经病院跑出来的极品？怎么能不要脸到这种境界？带你练级还勉勉强强，我娶你妈妈的！没错，我承认带她是因为她长得漂亮，甚至还幻想过发展一下。别人说我天我无所谓，她对我爱搭不记我也能忍，但侮辱我妹妹不行，绝对不行！
好，好，好，你做出这个决定，不要后悔。后悔你 M。软蛋，我们走。姑奶奶，好不容易抱上的大腿，你说扔就扔。我的个姑奶奶，你这是闹哪一出啊？这下好了，凭咱们两个还怎么练级？不练就不练，一个破游戏而已，你以为我在乎？再说了，他都那么骂我了，你还帮他说话，你究竟是不是我好朋友？行行行，我的错。唉，但你换位想一下，你那么说人家妹妹，她生气也正常。所以我已经给他机会了，只要他让小雨点道个歉，我就原谅他了。谁知道他还这么得寸进尺。所以，你认为你那是在给他台阶下？难道不是吗？这还真不是。可是以前江寒都是这么哄我的，只要我生气，给他一个台阶，他就傻呵呵的接了。要是刚刚带我们练级的是他，我说把谁踢了，他肯定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奶奶德，叫你联系江寒你不联系，非说自己牛，现在出事了才想起人家的好，真贱啊！所以说，江寒对你确实是真不错。这次没联系你，我估计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，要不就是你说了什么话刺激到他了。我看你大人有大量，还是别跟他计较了。而且说句不好听的，末日这游戏是机遇，但难度有多大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我们俩都没玩过什么游戏，我这身子骨又弱，光靠我们自己升级太难了，说不定还会死在野怪手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找其他人组队不就行了？可以是可以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愿意带你的人肯定多，但那些人是什么货色就难说了。就像刚才那队，看着卖力，结果大半天才升1级，多累啊！但要是让江寒来带我们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听班里的小胖说，江寒游戏水平很不错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对你舍得呀。就算他水平不行，只要你开口，他肯定愿意花钱请专业团队带我们升级。你说对不对？你话说的，好像我是冲着他的钱才跟他来往似的。难道不是吗？哪次你联系江寒不是为了钱？不是想要礼物，就是让他在外面替你和姐妹的饭局买单。我知道，其他人不懂你，我还不懂你吗？你这么做，都是为了照顾江寒的情绪吗？那当然，果然还是你能明白我的心思。要是江寒能有你一半懂事，那该多好。个人有个人的优劣，不过平心而论，江寒虽然一无是处，但对你确实不错。都这么久没联系你了，他指不准现在多难受呢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这么善良，肯定能体恤他情绪的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要去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我是该主动联系他一下？那当然了，太好了！你不去联系那个大貔貅，我的游戏启动资金从哪儿来？我怎么捞好处？总算没白费我这么多口舌。那好吧，这么多天没联系，日子确实难过。以前睁开眼就是他的嘘寒问暖，想吃什么想做什么都有人安排好，现在连出去吃饭都要算计着花钱，那种有人兜底的日子才是生活。行，就当是软蛋给了我台阶下。这就对了，只要他肯联系，就算天上下陨石，江寒那小子也会马蹄地跑过来。以前不都这样吗？我先下线，待会儿联系。啊！其实江寒对我确实是挺不错的，
虽然他用钱砸人的方式很庸俗，但阮丹说的也对，他也就只有钱了。我应该给他一次机会。江寒，我在玩一款叫做《末日》的游戏，你赶紧买设备，带我和阮丹练级。只要你这次能把我带上等级排行榜，我就考虑做你的女朋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感动？嘻嘻，江寒肯定会感动得一塌糊涂吧。几分钟后，手机依然漆黑一片，没有任何动静。看来是真遇到什么事了，是不是病了？我就说，他怎么可能忍住这么久不联系我？原来是出事了。既然不是故意的，那就大方的原谅你好了。删了，江寒这死舔狗，竟然把我的联系方式删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一刀两断。你要真有骨气，以后别像狗一样来求我。你就算是跪下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，绝不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千算万算，怎么会是这个结果？他哪根筋不对？他忘了当初是怎么求爷爷告奶奶才要到我的联系方式吗？忘了当时开心的像个傻子吗？好得很，好得很！你真以为自己有本事了是吧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真以为我稀罕你那些小恩小惠？我那是委屈自己接受你的礼物和钱，是为了不让你在别人面前丢脸。现在看来，有些人不领情啊，仗着我的善良就得寸进尺是吧？很好，敢这么挑战我的底线，那就看看究竟是谁离不开谁。这一次，我倒希望你是真的下定了决心。江寒，希望你能硬气到底，可千万别半路来道歉。哟，这才几分钟就忍不住来道歉了，我就说嘛，这种软骨头怎么敢真的硬气？现在后悔了？告诉你，这次不在我门口跪个3天3夜，休想我原谅你。哈哈哈，汝言，你快看，我刚看到这张照片，笑死我了。你看像不像每次你生气了，江寒小心翼翼跑来找你道歉的样子？这次你主动联系他，他肯定也会高兴的。到时候你就把图片发给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肯定很搞笑，笑不活了。2333。这个小丑像是在嘲讽我。如烟，怎么了？这么久不回消息，是江寒那里出问题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，我绝不能承认自己被拉黑了，太丢人了。我就说嘛，哈哈，愧是你啊，这么有魅力，也难怪江寒抵挡不了。如烟天下第一。不过我没答应。啊？别啊了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忍受不了他围着我转的样子。烂泥扶不上墙，没出息。这还不简单？排行榜第一的那个叶寒，不也是我们9527新手村的吗？不认识。
也不认识。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不相信我？就凭我这张脸，就凭我柳如烟的名字，就凭我的魅力，难道还不够吗？我的天，这姑奶奶还真把自己当天仙了。不过咱们还没出新手村，现在也见不到叶寒大佬啊。随便找其他人带也行。别！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？算我多嘴。叶寒就叶寒，如烟，我就跟你混了，我是你最坚实的伙伴。放心好了，和排行榜第一比起来，江寒那种人什么都不是。你江寒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不是硬气吗？想用欲擒故纵逼我就范，门儿都没有。等我联系上叶寒大佬，让他带我升级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，我会让你为你今天的决定后悔一辈子。江寒，你不过就是有点臭钱而已，但你眼界太窄，根本就意识不到，在这种大佬面前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你这个累赘，我只会过得比以前好100倍、1000倍。很好，接下来商铺到手了，不过现在西城区还是一片荒地，不急着去。等诡异入侵之后，那里自然会繁华起来。有事？打造还是鉴定？鉴定。先说好，我们这儿只鉴定白银品级以上的装备，青铜的你去城外找新手鉴定师更划算。暗金呢？能鉴定吗？暗金级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怎么，你还能有？这位爷，您放心，暗金级别的装备，小店当然能鉴定。看在是暗金装备的份上，我亲自出手，保证给您办得妥妥的，万无一失。成功率是多少？80%以上。我可是黄金级的鉴定师，技能过硬，杠杠的。80%，还行吧，只能算中游水平。那个鉴定费用是100金币一件。如果不小心失败了，费用概不退还。您看？没问题，尽管鉴定。我这还有几件，也一并鉴定了吧。我操！这么多暗金装备！老板，你还见不见？不见我可就走了。见，我见。爷您别走，我马上就见。力量加40，
暗属性伤害减少20%，还算不错。这么极品的装备，评价就只是不错。叽里咕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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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，那个咚咚咚咚当当咚咚呀，这。264的精神值，随便一个水球术都能打出300以上的伤害。普通11级的玩家，血量也就600出头，2下就得回家。而这和小辉比起来，根本不算什么。他升到11级后，4维属性已经破1000了，一口龙气5000点真实伤害，谁扛得住？灰雾谷，枫叶城外公认效率最高的炼级点，也同样最危险。前世就算是顶级团队在这里也随时可能翻车，但对我来说刚刚好。以小回的实力对付这里20多级的怪物，效率最高。不过是些小喽啰罢了。操，是这恶心玩意儿！灰雾谷之所以危险，这些猎狗就是主要原因。被别的怪杀了，顶多是装备掉光。要是被这东西，呵呵，那滋味儿，听说就像菊瓜里塞了个搅拌机。小辉，真轻松啊！唉，想想前世当个破骑士，苦哈哈的在前面挨打，这对比实在太强烈了，这才叫人过的日子。叮，恭喜成功离峰，等级提升至 Level 12。晚上8点了，效率不错，火力全开的话，一天至少能升2级。今天运气不好没碰上 BOSS， 不然还能更快，升到20级，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。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些就是破铜烂砖，占背包。马马虎虎吧，这种基础技能没什么大用，施法慢，怪物很容易躲开。蓝条本来就少，空几个技能就没得玩了。不过，反正打话也用不着我，学一个装装样子也不错。这伤害和小辉比起来简直心酸。算了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刷刷熟练地吧。
逆时3点。可惜了，还没升到13级。正好，吃点东西，待会儿继续。玩末日就像是一种休息，13个小时的游戏，差不多等于睡了6个半小时。现在精神得很。更重要的是，等过了12点，就是末日开启的第3天，光测要开始了。届时，大夏国所有年满16周岁的人，都会被强制卷进这个危险的游戏里。世界即将迎来巨变。欢迎你，异世界的勇者。对于参加过内测的玩家，除了不再需要游戏设备连接，一切都没有区别。他们会出现在自己下线的区域，而那些从未进入过游戏的普通人，则被统一传送到了各个新手村。这是哪儿啊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游戏？从这一刻起，大夏国境内所有年满16周岁的人，都被强制卷入了这场危险的游戏。在现实世界，时间被静止。他们的身体处于绝对安全的状态。我也没有在玩游戏啊，怎么就进到末日里了？这些人好像都是我们小区的。我靠，太诡异了！我刚和王万他们在外面吃夜宵，忽然就进游戏了。最牛的是，我刚就在新手村里碰到他们几个了。我靠！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这和我猜的一样。末日这游戏真的是改变世界的契机，太棒了！现在好了，所有人都被卷进来了。我们可是内测玩家，这就是崛起的资本啊！我还发现，游戏连下线的功能都没有了，这是要把所有人都锁死在这里。怎么样？你听我的进游戏没错吧？当初你还不想来，现在看来我这份眼界简直了。什么叫格局？这就是格局。咱们班里那些二愣子，谁能比得上我？软蛋说的医院的事，我从没放在心上。但现在一款游戏竟然真的能影响现实，连下线功能都没了，那岂不是说，以后在游戏里的实力就等于一个人的地位？叶寒，只要能找到叶寒，只要他能带我练级，我就一定可以改变我这糟糕的人生，把其他人都狠狠地踩在脚下。第2条，确认游戏无法退出。第3条，出生点与现实地理位置强相关。第5条，现实中的生理缺陷在游戏中无效，数据统一，连植物人都被拉进来了。都听我说，别的先不管，记住最重要的一条，尽量别死。死了会怎么样？没人知道。退出游戏的方法呢？谁知道怎么出去啊？问叶寒啊，他不是等级第1吗？他肯定知道点什么。
上百万内测玩家，就他一个人升这么快？001号新手村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依旧没有发现可以退出游戏的方法。按照陈博士的推断，要么就和内测时期一样，等游戏时长结束，看会不会被强制踢出；要么可能就是永久被困在里面。事态居然严重到了这个地步，那么叶寒呢？那个排名第1的玩家有什么消息？信息很少，目前只知道在9527号新手村，有2名玩家称开服不久曾见过有人带着强力 NPC 练习，疑似叶寒，但具体长相和身份未知。从这个方向入手调查了吗？有，9527号新手村对应的是江城区，我们已经开始筛选江城人口信息，重点排查名字中带叶或寒的人。但江城人口太多，线索太少，需要时间。这么神秘，像是在刻意提防什么。现在能联系上他本人吗？没办法，他已经12级，离开了新手村范围。叶寒。目前没有人能出去。陈狂呢？他也不行。狂刃，他到现在才4级，他昨天就进来了，怎么才4级？被别的事儿耽误了？没有，他一直带着团队在练级。只能说，末日的强度确实太高，狂刃的升级速度已经是顶尖水平了，大部分人一天只能升到2级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，随时汇报。是。这叶寒果然不简单，陈狂的能力我再清楚不过，升级速度竟然连叶寒的1半都不到，匪夷所思。江城竟然还有这种人物，全球的格局将因此而改变。动用一切资源，查出这个叶寒是谁。这么快？来了。不愧是被评为最具风情的 NPC， 确实是人间尤物。不过，比起这个，还是他叔叔的隐藏职业更吸引人。来了，斯特首席的消息。别急，斯特叔叔在外游历，抽不开身，消息我就代为转达了。想要解锁隐藏职业的方法，其实并不难，就在枫叶城内。我的天，原以为这么高级的任务要跑遍天涯海角，结果宝藏就在家门口。是的，不过可能有点难度。细说。按照斯特叔叔的说法，城外的巨龙山脉之上，居住着一头极其强大的巨龙，而在巨龙巢穴的底下，存在一座迷宫，在迷宫深处，就有你想要的一切。你说的是洞府迷宫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座迷宫连斯特叔叔都不清楚具体名字，我也是闲来无事听些奇闻异事，
才偶然知道巨龙山脉上有个洞窟迷宫。他怎么也知道？我比较喜欢到处打探消息，巧合之下才知道的。总不能说我是经历过的，那地方我熟得跟回老家一样吧？肯定被当成有毛病。不过前世我去那里是为了给柳如烟拿牧师的隐藏职业卷轴，跟御兽师有什么关系？莫非还有别的秘密？巧合吗？这个男人越来越神秘了。神明啊，难道您真的听到了我的祈祷，特地为我派来了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？做个任务怎么还能长好感度？索菲亚，你确定斯特首席说的就是这洞窟迷宫，不是其他地方？确定。巨龙山脉上只有这么一座迷宫，而且是由巨龙镇守。巨龙？不对啊，我前世去的时候，虽然危险的差点死在里面，但守关的明明是一个80级的诡异魔化 BOSS， 根本没有龙。也许是时间点不一样，在我之前，巨龙已经被击杀或离开了，所以后来才换成了那个诡异 BOSS。算了，细节不重要，任务接到手就行。多谢你的帮助。你这是要去洞宫迷宫？那可是80级区域，就连城里的精锐部队去了都是有死无生，你猜还是不要贸然行动的好。无妨，我有办法。至尊殿堂的信物，紫色的令牌，这级别很高，起码是100级强者才有资格授予。难怪他如此自信，确实是有所依仗。可是他才12级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次联系老夫又有什么事？大师，我这里又有一笔交易，有兴趣吗？哦，仔细说说。是这样。又是巨龙，不是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巨龙的消息？说实话，叶寒，这条件很诱人，但是我刚和圣才巨龙交爪，现在很虚弱，太冒险了。那如果能提供圣灵之泉的信息呢？圣灵之泉？你怎么知道这东西？果然，这东西对于神级强者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这你就不用问了。总之我知道圣灵之泉的位置。叶寒，如果你当真能够提供圣灵之泉的信息，老夫就是豁出这条老命，也能帮你把巨龙山脉的东西带来。但问题是，你怎么证明？遗失之地，具体坐标知道吗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大致在哪个区域和方位，我确实知道。遗失之地的那一口，虽然已经接近干涸，但对他来说也足够。很好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现在？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？要不再等等？至尊殿堂的信物，能给出这种东西的，至少也是神级强者，地位甚至不输斯特叔叔。他不仅认识，还能请得动，权势、财富、手段，除了等级低一点，简直是完美的。假以时日，他一定会成为大陆上的风云人物。索菲亚对你的好感加10。你真的决定了吗？我必须去。法师，法师，来个法师，团队4库1了啊！经验高玩3等2，是男人就和我爆嘎史莱姆。有没有治疗？来个治疗！
王强，你动动脑子想想，别凡事都说资本家行不行？内测玩家和官方都提醒了，别轻易死。是啊，你脑袋被门挤了不成？这游戏诡异的很，小心点没坏处。哼，你们还真信啊？我看这事儿就是个巨大的阴谋而已，肯定是资本家搞出的幺蛾子，也就骗骗你们这种没有分辨能力的底层罢了，骗不了我。拉倒吧！所以说你们这些人啊，没点格局，这辈子也就配待在底层了。老子就嘎给你们看看，一场破游戏而已，能有什么严重后果？看吧，能有什么事儿？都是狗屁，这不纯扯淡。毛，人家说了，嘎了就要掉属性，嘎多了可能器官衰竭，你才嘎一次而已。切，行，你这犟种，我就多嘎几次给你们看。王强，你脸色好白啊，还是别试了吧，真要出事的。嗨，没事，估计是死了以后被传送回来，脑子晃晕了，和晕车一个道理。真会嘎人啊！太可怕了，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在游戏里不见了踪影。怎么办啊？我刚刚出城看王强怎么消失的，也跟着嘎了一次，我不会也嘎在这儿吧？所以，这叶寒是怎么可能做到2天时间就升到12级的？他真的是人类吗？扛着这种随时会真正嘎掉的危险，他到底是怎么升到12级的？是啊，我们连1级的史莱姆都打得那么费劲。等等，如果我们真的被困在这里回不去了，那叶寒为我们大夏国争取到的每天多1小时的游戏时间，那意味着我们比其他国家的人多了1小时的生存和变强的机会。果然，实力就是一切。前世，为了登上山顶，我足足谋划了1整年，登山的过程更是花了3个月，9死1生，才从那个80级诡异魔化 BOSS 的眼皮底下拿到那份隐藏职业卷轴。那些坎坷，
柳如烟作为卷轴的使用者，却根本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，甚至不知感激，反而心安理得。真是有毛病。重新走上这条路，那个曾经满怀炙热与真诚的少年，早已死在了某个角落。这小子明明年纪轻轻，却给人一种古井无波的感觉，就像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，真是违和。怎么年纪轻轻的就跟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一样？前面就是巨龙山脉的最高点了，那迷宫在什么位置？侧斜方的那个陡坡之下。那个地方，那趟刻骨铭心的遭遇，我永远忘不了。好。这是古代的传送阵，好精妙的传送阵，只可惜是未激活状态，似乎是残缺的。这法阵毫无魔力残留，纹路暗淡无光，你确定它能开启？事先说好，老夫在阵法上的造诣可不高，帮不了你。哼，这就不用担心了。有点意思。我知道了。丁，你已经进入极度危险区域。丁，你已经进入暗窟迷宫。迷宫有且仅有一个出口。请在规定时间内找到出口，否则你将会永远被困在里面。提示：本迷宫已被诡异生物占领，请小心倒计时180分钟。诡异区域才3个小时，麻烦了。诡异生物对很多魔法和攻击都有抗性，比同等级的狂化 BOSS 还难缠。在这种有时间限制的迷宫里，更是致命的威胁。果然有异常，时限竟然缩短了这么多。上一世这里的时限是3天，而不是3小时。难怪，就连梅尔兹这样的神级强者都感到棘手。不过，那又如何？如果重活一世，还要用3天才能出去，那我不是白重生了？上一世，就算是3天期限，也不是什么歪瓜裂枣都能完成的。叶寒，老夫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，这一次行动的危险，甚至可能比面对一头5阶巨龙还要高。你确定还执意要那些道具吗？哼，怕了？怕？开什么玩笑！
我堂堂神级强者会怕这小小的诡异迷宫？好吧，是有一点点担忧，但面子不能丢，尤其不能在一个12级的妈洛面前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看你年轻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未免可惜。若说老夫会怕，这些诡异生物还没那个资格。那就走吧，其他的不要多问，待会儿跟着我就是。不是，哥们儿，你真拿我当你仆人了啊？什么叫跟着我就是？罢了罢了，为了圣灵之泉，为了1个亿的酬金，这年头有钱的才是爷啊！大师，隐匿术会吗？什么话？什么话？这是隐匿术这种低级法术，老夫根本看不上。你这个问题多少有些侮辱人了。都行，只要能把行踪和气息都给隐藏了，越高级越好。小意思。不愧是神级，这效果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老夫是谁。接下来呢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可提醒你，前面拐个弯就有诡异生物，你可别去送死，不然我那圣灵之泉可就没了着落。总共是5只诡异，3只60级爬行类，1只60精英 BOSS， 1只60级精英 BOSS， 还有1只80级普通诡异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看来没错。还好，诡异生物的分布和上一世没有区别。不是，你连这东西都知道，你真是先知啊！邪门，相当邪门。他这个等级，绝不可能隔这么远就侦查到怪物的信息。来过，也不对。怪物的走动是随机的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没了。哼，我信你个鬼！对付这些 NPC 就是要虚虚实实。大师，注意我待会儿的步伐和动作，这很重要，否则可能会惊扰到这些怪物。你在教我做事？我闯过的迷宫比你走过的路都多。简直是奇耻大辱，就像一个不懂艺术的投资人在对导演指指点点。你有钱是没错，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在专业上对我指手画脚。不行，有些事情必须和他说清楚，免得到时候出了岔子，害得我拿不到圣灵之泉。暗影迷踪的效果我很清楚，瞒过低级怪物不难。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刚才还觉得他在乱来，结果被打脸了。大师，方才你都看了吧？别叫我大师，你才是大师，我不配。这老头有病。不是，我是问刚才的动作，大师你看了没有？应该没问题吧？这个，刚才老夫想别的事去了，稍微有点分心，没看懂这么丢脸的事，怎么可能承认？这辈子都不可能。那我重来一遍，大师你看仔细了。如何？看懂了。原来如此，这条路线竟然完美卡住了所有怪物的视线盲区，简直是神乎其技。不过，就算卡了视野，诡异生物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被瞒过去，这不合常理。那就好。
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，这群诡异生物是瞎子，别让他们听见动静就行。别让一群瞎子听见动静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又和老夫打哑谜。这小子身上的秘密太多了，真想把他绑起来拷问3天3夜。我那些引以为傲的迷宫经验，在他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。这一路平静的让人发指。这就找到出口了？这哪里是闯诡异迷宫，这分明是春游，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旁边就是 BOSS 所在的区域了，接下来就需要劳烦在大师了。我的手段只能用来探索，面对这种级别的 BOSS， 硬实力不够，根本瞒不过去。就交给老夫好了，你只管放手去干。出口就在旁边，还怕什么？打不过，难道还跑不过吗？好，且慢，容老夫加几个 buff 先。你受到生命之神的祝福，生命属性翻倍；你受到敏捷之神的祝福，敏捷属性翻倍；你受到智力之神的祝福，智力属性翻倍；你受到力量之神的祝福，力量属性翻倍。大师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健。有很大区别，这一世的他和我上一世所面对的可不是这阴神兽。不过宝箱的位置倒是没有改变，依旧是在 BOSS 身后。怎么做？能看到这怪物的信息吗？100级的狂化诡异 BOSS 一般般吧，比起之前那圣才巨龙来说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在拿到道具之前，我有办法不惊动这 BOSS。等我拿到道具以后，大师你再出手，但务必要保证我的安全。没问题，我刚刚给你加了一个绝对防御，起码能扛着 BOSS 一击，不会有意外。还有这事？刚才加的 buff 太多，还真没细看，又多一个手段。找到你了，慌乱的魔翼，受死吧！连宝箱里的东西也不一样，上一世只有一张隐藏职业卷轴，这真是解锁隐藏职业的关键。算了，无论如何，毕竟也是100级 BOSS 镇守的东西，不至于差到哪里去。冷却之时，天灭！
又是一件天灭级的道具，效果强的离谱，可以重置其他道具的冷却时间，而且无视品级。这么说，连残暴之章的技能也能重置？试试看。这也太变态了！残暴肃杀，10天的冷却，现在有了冷却之时，就直接缩短到了3天。这石头简直就是残暴之章的专属挂件。算了，只是想想，这次交易不是通过至尊殿堂，我们不在一个队伍。我上去插手就属于抢 BOSS， 梅尔兹完全有理由攻击我。为了这点收益结仇神级 NPC， 不值当。毕竟没有他，光靠我自己，碰到巨龙山脉的怪，除了死回城没别的办法。前世那么多神级玩家，可没听说有谁能单小100级的诡异魔化 BOSS。或许那个养了暗渊巨龙的神秘家伙能做到吧？时间刚好，能在迷宫关闭前搞定。BOSS 残血彷徨，这是常识。但是不对劲。该死！这股气息和巨龙巢穴那头光耀巨龙不相上下。上次动用了禁术才勉强应付，现在根本没法再用一次。走！可惜了，但没办法。不该贪的，这次真是血亏，但命更重要。这魔化 BOSS 就这么不管了？没法管，外面那巨龙强的离谱，被截住，我没把握能走掉。恭喜你找到了迷宫的出口，灌注魔力即可开启传送。1分钟开启时间，该死！这巨龙来得妙啊！大师，我再确认一遍，这阴神兽你不管了是吧？小子，别在乎这些了。现在该担心的是外面那大家伙能不能慢点，不然我们2个都得交代在这儿。至于这阴神兽，你最好祈祷他没发现我们在逃，否则过来捣乱就全完了。大师，你这嘴是开过光吧？没法了，我尽力撑住结界，要是他攻破了，你接着灌注魔力，我去应付这阴神兽。虽然他灌注的魔力微乎其微，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，1、2秒也可能是生死的区别。不用，我有解决的方法。残暴之章。
相似。丁，恭喜你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 阴神兽。丁，恭喜你等级提升到 F13。丁，恭喜你等级提升到 FV20。丁，你的等级已经到达上限，目前等级无法提升。要命了！我看到了什么？一头100级的诡异魔化 BOSS 被一个12级的给秒了，还有王法吗？丁，世界公告：大夏国玩家叶寒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 阴神兽，完成100级诡异 BOSS 首杀，奖励声望值加1000，属性点加100，大夏国战区荣誉点加1。特此通告：丁，世界公告：大夏国玩家叶寒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， 完成100级诡异 BOSS 首杀，声望值加1000，属性点加100，大夏国战区点加1。特此通告。丁，世界公告：大夏国玩家叶寒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， 完成100级魔化 BOSS 首杀，声望值加5。大夏国战区点加1。特此通告。这世界还有王法吗？世界公告：大夏国玩家叶寒成功击杀100级诡异魔化 BOSS 阴神兽，完成100级诡异 BOSS 首杀，奖励声望值加1000，属性点加100，大夏国战域点加1。特此通告。大夏大典战听响。听，世界公告：完成100级诡异魔化 BOSS 首杀，声望值加500，属性点。大夏国战域点加1。特此通告。刚才那是啥？好像是说有人宰了100级的 BOSS。擦我的！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们几亿人被史莱姆和哥布林堵在村口瑟瑟发抖，连门都不敢出。人家转头就把100级的 BOSS 给宰了，这敢不敢再离谱一点儿？通常来说，我不会崇拜别人，但现在，叶寒，请受孩儿一拜。哼，不要脸！攻若不弃，我愿拜为依附。你抢什么抢？那是大家的衣服！我是数局聊玩家，刚才叶寒只有12级，
瞬间飙升到20级，跨越88级击杀 BOSS， 这种经验值获取量，除了利用重大 bug 或者开挂，没有任何解释。正常游戏进程绝对不可能做到。管他是不是挂，没看到那个大夏国战区点+1吗？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好东西。之前的公告送了1小时寿命，这次肯定也是全区福利。哈哈哈，有挂茶带飞就是爽！大宝球带，大宝球带！鑑定しようよ移転作戦！なぜ世界中で大社国だけがゲームに巻き込まれた？作弊！这绝对是作弊！8个，这些无耻的大夏人，肯定用了不道德的手段，不然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他们被整个国家卷进了游戏？这一定是某种惩罚。说得对，可恶的大夏人！うるさい！大夏国玩家叶寒在末日游戏中完成惊人壮举，这是否意味着大夏国掌握了某些关键信息？有媒体公开发文声称，玩家叶寒实际上是我大韩民国的公民。棒子国媒体发文，叶寒是我们大棒子国的人，思密岛。うちで打者！看啊，他们急了！叶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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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寒。在大夏这种被我们全面超越的国家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强者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作弊行为！新闻标题：谁是叶寒？末日游戏的幕后黑手，超自然力量的掌控者。在这一刻，全球70亿人的目光都被这个名字吸引。在这个引起全球恐慌的超自然事件面前，叶寒成为了唯一的焦点。各国高层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：既然能开 G， 是不是意味着他掌握了这场末日的某种本质？查不到，根本查不到。资金留下的，他在游戏里出了那么多钱，现实中一定有账户变动。不仅账户是分散的，而且末日系统不仅能自动扣费，甚至还能反向加密。所有的资金像是在网络大海里消失了一样，源头和去状都被切断了。想查我？早在上一世我就知道这游戏的尿性。在这个世界，聪明人确实多，但面对超自然的力量，你们的手段太慢了。等你们找到蛛丝马迹，我早就站在你们仰望不到的高度了。
前世不过是30级玩家合力击杀一个精英 BOSS， 就引起了全球讨论。现在我12级单产100级魔化 BOSS， 不知道有多少别有用心的家伙已经盯上我。不过无所谓，来一个我宰一个。完犊子了，他赶到了！倒计时结束，一道乳白色的光柱冲天而起，瞬间将江寒和梅尔兹的身影吞噬。在被传送的最后一刻，江寒有些遗憾地看了一眼远处阴神兽尸体下闪闪发光的道具，可惜了，装备来不及捡了。不过，连升8级，也算意外之喜。他们龙式禁咒，已经蓄力了一半。赢了，硬扛的话，连具全尸都留不下。就算动用底牌，也不过是变成一具健壮点的尸体，根本没处可逃。更会有大手的杀败来！仅仅是环境伤害就这么高，半分钟内我就得见底，这还只是禁咒的前奏。果然，又是一头圣才巨龙。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，就算对手是5阶巨龙，也得拼一把。小辉，带了卫士印茶。梅尔兹的禁咒就算成功，也挡不住这一击。任何一点余波都能要了我的命，必须想办法打断他。大师，有没有办法将我的御兽送到天火巨龙面前？想做什么？我想试试，能不能中断他的禁咒。疯了！打断圣才巨龙的禁咒，换做别人，我只会当他是失心疯。但如果是这个青年，他已经创造了太多的奇迹。更何况，这头幼龙，怎么做？没多难，想办法将他送到那儿20米之内。可以。
探视龙威。真行啊！干得好。龙系禁咒已经蓄力了一半。完了，硬扛的话，连具全尸都留不下。就算动用底牌，也不过是变成一具健壮点的尸体，根本没处可逃。仅仅是环境伤害就这么高，半分钟内我就得见底，这还只是禁咒的前奏。果然，又是一头圣才巨龙。坐以待毙不是我的风格，就算对手是5阶巨龙，也得拼一把。小辉。带的会是印查。梅尔兹的禁咒就算成功，也挡不住这一击。任何一点余波都能要了我的命，必须想办法打断他。大师，有没有办法将我的御兽送到天火巨龙面前？想做什么？我想试试，能不能中断他的禁咒。疯了！打断圣才巨龙的禁咒，换做别人，我只会当他是失心疯。但如果是这个青年，他已经创造了太多的奇迹。更何况，这头幼龙，怎么做？没多难，想办法将他送到那儿20米之内。可以。